你有想过，只是开车在回家路上，却可能被警察临检打死，只是因为肤色却惹来杀身之祸吗？也是这个把非裔受害者从车上拖下来往死里打的，清一色都是同肤色的非裔警察。你知道60年前的美国啊，有色人种和白人吃饭、上学、坐公车都要分开吗？其实种族歧视已经相较以前改善了很多，但是还是存在在我们的生活里面，甚至被认为跟好莱坞、迪士尼都有关系吗？Hello， 去你的 news， 我是 Cindy 吕。2023年1月7号当天啊，美国田纳西州29岁的尼克尔斯，他开车在距离自己家里不到90公尺的地方被警员拦截。警察把尼克尔斯从车上驾驶座拖了出来，强行把他压在地上，命令他趴下，并且朝着他的脸部喷了这个胡椒喷雾。后续的画面我们可以看到，尼克尔斯遭到警察不断拳打脚踢的同时，在地上哀嚎，不断的大叫“妈妈，妈妈，妈妈”。Mom! Mom! My son was calling my name, and I was only feet away. Did not even hear him. 在这段极为惊悚画面里面啊，警察对准尼克尔斯的脸部踢了几脚，把他拉起来之后，再朝他的脸部揍了5拳。尼克尔斯跌倒在地，这局警察又朝他的脸部补了2脚。这将近3分钟的时间里面，殴打了尼克尔斯9次，而尼克尔斯完全抵抗不了。送医3天之后啊，尼克尔斯死了。这件案子的律师形容，涉案的警员简直把死者当成人肉沙包在打，不间断、不加掩饰、毫不留情、暴力而且野蛮。讲到这里，你一定很好奇啊，竟然是非裔警察，不是应该对同种族的人更加宽容吗？美国国家自然科学委员会2019年发表的一篇报告里面就提到，几乎每年都有将近1000人死于警察暴力，其中又以有色人种风险最高。报告就显示，非裔死在警察枪下的风险几乎是白人的2.5倍。案发当地的民众就说啊，当非裔可以升格成和白人同一个等级，用警察的身份来管理非裔人的时候，他们就可能变得和白人对待非裔人的心态是一样的，甚至因为他们熟知非裔的习性而变本加厉。所以非裔警察往往打得比白人警察更厉害。这也是为什么在当地会出现非裔店主对白人顾客恭恭敬敬，却用怀疑的态度看待同族的非裔顾客。2019年8月27号，路易斯安那州有员警在路边殴打一名非裔男子，而且短短24秒内连续用手电筒打了对方18下，导到手跟肋骨都骨折。当地的政府调查之后就发现其实不止行凶的员警，连整个警队都对非裔人士有执法过当的行为。2020年，一位非裔的美国陆军中尉纳扎利欧，当时他的车子停在加油站，2名警察就用枪直接指着纳扎利欧，要求他离开车子，并且语带威胁的说：“不从车子里出来就是自找麻烦。”接着，警察用辣椒水喷向车内的纳扎利欧，让纳扎利欧下车之后，警察用脚把他压在地上，并且朝着他的腿殴打。这段示范影片让美国非裔感到非常的不安，因为即使穿上军服，因为纳扎利欧是军人，这位非裔的军官还是保护不了自己。接下来我们要说一个轰动全世界的事件。2020年5月25日，46岁的弗洛伊德开车在路上，却突然被4名警官搜查。其中一位白人警官把他拖出车外，甩到地上，再用一边的膝盖压着他的脖子。被制服的弗洛伊德完全不能呼吸，多次的痛苦呼救：“我不能呼吸了，好痛！”路人看到之后都过来劝阻，但白人警官坚持要压住他，整整8分钟。可以看到弗洛伊德从原本奋力挣扎到后来力气减弱，甚至不能再动，更失去呼吸。这过程警察们的眼睛都没有眨一下，最后弗洛伊德在送医之前就不治身亡。这件事情实在是太过惊悚，更让全美的民众气炸了。多达140个城市发起了抗议活动，演变成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群众抗议。他们高喊 Black Lives Matter， 非裔的命也是命唤起了全世界对非裔的重视。2022年7月，带头施暴的白人警官被判处21年有期徒刑，而弗洛伊德这个名字后来竟变成一个动词。我们继续看下去。
2023年1月3号，一名非裔的英文老师安德森请警方协助处理一起交通事故，但是在交通事故的现场啊，其他人就宣称安德森他就是肇事逃逸，还企图偷车。依据警方公布的画面里面，我们可以看到安德森被要求跪在地上，警察们拿着电击棒数次的电击他，安德森不断的求饶，甚至脱口大喊：“警察想要弗洛伊德我！”最终安德森的身上的电击累计了超过90秒，到医院之后心脏骤停。这些非裔人士因为被贴上可能犯罪的标签而受到的暴力层出不穷。难道非裔美国人真的没有办法跨越肤色吗？其实，在1960年代的时候啊，美国的种族歧视是被默许的。即使奴隶制度早就废除了100多年，但是非裔和白人做什么事情都必须要分开，不能上同一间学校，不能上同一间厕所，在公车上也必须要分开坐，分成白人区和有色人种区。这一天，42岁的罗莎她上了公车，坐在了有色人种区。接着，公车开了几站之后，白人区的座位坐满了，但是有2-3个白人没有位子坐。这时候，司机竟然走了过来，用非常理所当然而且凶狠的语气，要求原本坐在有色人种区的4个非裔乘客站起来，让位给白人。另外3个人屈服了，但是有一个人不动如山，是谁？就是罗莎。你为什么不站起来？我不觉得我应该站起来。你如果不站起来，我会叫警察把你抓起来。结果司机真的找来了警察，而警察竟然真的因为这样就逮捕了罗莎。这事件爆发了非裔人们的愤怒，在马丁·路德·金的领导之下，蒙哥马利全城的非裔人士团结一致，罢乘公车长达了1年之久。由来已久的黑白种族隔离政策啊，就因为这起巨搭公车的运动而浮上台面。后来这个分开坐的规定就废除了。那如果你想知道在1960年代对非美国人到底是怎么样的，可以去看看电影《关键少数》，因为在这个电影里面啊，真实的刻画出3个杰出的非裔女性的生活。一个是想要升官当上主管，但是因为肤色而被多次的打回票；一个则是在工作上发挥所长，但却处处被白人的同事给刁难；一个呢，则是想要当太空工程师，但必须先拿到只有白人才能读的学历。前面好沉重。来看看一些有趣的吧。有一个有趣的现象，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，以前的美国好莱坞、迪士尼开疆辟土的西部牛仔是白人，正直的英雄是白人，连蜘蛛的女友也是白人。再看到迪士尼电影《白雪公主》《睡美人》《美女与野兽》，这些公主王子们都是白人，好像白人代名词啊就是高大上。那非裔美国人呢？他们不是负责扮演坏人，就是负责扮演坏人，甚至连小飞象里面的乌鸦，当初就是被声讨，根本就是在嘲笑非裔美国人的风格。后来就很多人诟病啦，就是这些电影影集加深了白人和非裔美国人之间有比较的心态。而基于这些原因啊，后来好莱坞、迪士尼甚至各大电影公司都开始提倡种族平权，非裔的角色也渐渐比较有亮点。比如在蜘蛛人最新一集里面，女朋友就换成非裔的演员，而迪士尼也邀请了非裔演员来演皮诺丘里面的仙女，还有小美人鱼里面的小美人鱼。当然也掀起了另外一波讨论。从社会事件到我们天天看的电影、电视剧、网络影片，就像英国作家马修·阿尔福德说的，不是所有人在离开戏院之后就会马上从军，或者是去抢劫外国人，但是这个累积在人们身上的影响确实是非常显著的。即使到了2020年今天美国曾经出现了一位非裔总统奥巴马，好像象征了非裔地位的翻转，但是还是零零星星的传出许多对非裔不善的事件。这里我想把问题留给你，你觉得种族歧视的问题改善了吗？Change the News， 我是 Cindy 吕，喜欢今天的内容，欢迎留言跟我们讨论，也不要忘了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或追踪我的粉丝团，才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资讯哦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